你放心啊，很快是不是这个问题就跟你没有关系了，你的身体就会慢慢的失去知觉。真的是啊。我原来你说的轻松又好赚的工作就是这个啊？这死小孩，你怎么样？哎，你为什么什么事情都瞒着我不跟我说？上次警察来找你的事也是这样。警察？你不还记得田警官吗？我们都替他惹了不少麻烦。原来你们都已经知道我杀了青木的事。其实青木并不是一个坏人，是我改变了他的人生，是我让他变成一个无法回头的人，是我杀了他。无论我怎么做，不管我有多后悔，再也回不会。不要哭了，这件事也不会都怪你一个人啊。都是我害的，是因为我太懦弱。我怎么才能得到青木的原谅？知道。全是一些口是心非的屁话。你心里明明就在想，像这种人渣，干脆早点死了算了。林，你在说什么啊？事就如此啊，没错吧，通道？哈哈哈哈。没错，像是那种人，早就该死。反正即使我不杀他，他早晚会死在别人手里。神经病！杀人的人反倒把自己说成是个被害者，你可真了不起啊！既然法律是为有智慧的人而设计的，当然要好好利用啊。那这郑青木还真可怜，被人利用到底，最后连命都没有。这哪叫利用？那个人啊，根本是一个没有用的白痴，也不好好想想，自己胆小的要命，还想耍老大。隔壁那个混蛋邻居死掉的时候也一样，没有人要他帮忙，自己爱出风头，到最后失手杀了人，还怪在我头上。明明是个懦夫，他偏偏想保护我。我只是让那个连家长还有警察都束手无策的郑青木从这个世界上消失而已。如果因为这样我就要受到惩罚，那这个世界也太没天理了，你不觉得吗？舅，受不了了，是不是我说的太刺激了？滚远一点！他一定是疯了，都死了一个人，他还说得出那种话，他一定是疯了。你还好吧？我送你回去。
自己坐捷运回去。你在生气啊？你在生气你就说你在生气嘛。我最讨厌你这样，明明有事情你就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为什么什么事都不能告诉我？我不告诉你头脑事是怕吓到你而已。我打算球赌钱不是什么天大的坏事吧？一个晚上轻轻松松可以赚5、6千块，这样星期六日我就可以不用打工，我们有多一点时间可以出去玩，不是吗？如果我们出去会耽误你打工的时间，那我可以待在家里啊。或者你觉得我是一个什么都承受不住的弱女子？但我很抱歉。你真的很不可理喻，这么小的事情你也可以好大惊小怪的。我跟你说，这件事情一点都不重要，也不值得讨论，你也没有必要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必要知道？因为我们根本就是不同世界的人。随便你啦。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吵架？我一整晚都没有睡，肚子痛，头又痛了。为什么会这样？我自己也没想到，我以前从来不会这样。可是一跟你吵架，我整个人都不对劲。就连走路也会无缘无故撞到头。还有啊，我已经用最快的速度找到新的工作。还有，可以跟你保证，以后不论发生什么事，我永远第一个让你知道。好了，对不起啊。是我说的那种猪头话，好不好？对不起。放下。其实那时候我真的有点不太甘心。因为我觉得你跟童导的频率好像还蛮合的，而且为什么他会知道你在赌撞球赚钱的事？你该不会是在吃醋吧？他是男生哎。我知道啊，可是，哎呦，我跟你说啊，就算全世界的女孩子都死光光了。我也不想跟他扯上任何关系，而且再说，就算我跟他在一起哦，搞不好我哪一天头都无缘无故被他割断也不一定哎。我跟你开玩笑的。童导为什么会变成那样子啊？我看他全身上下都伤痕累累的，听说是被那个叫青木的人虐待。我想，不管是谁受过像他那样的虐待，应该都会变得不太正常吧。他的心一定也跟他的身体一样，伤痕累累的吧。他不是那种因为这种小事就变不正常的人，他是天生的。有些人就是天生的变态，
只是那些正常人他自己太受不了了，所以才想一些理由来说服自己，说他们遭遇到多大的折磨才会变成这样，懂吗？这才是真相。他是天生的。停，来打球了。到，好，马上来。秦王，不要再插手管这件事了。他没有你想的这么单纯。还有啊，不要再随便乱吃醋了啦。我走了。我可不是秦王。原来你没有真的睡着。开玩笑有一个限度吧。你又跟启文乱说什么？他跟你说了什么吗？不用说我也知道。他不是那种藏得住心事的人。原来他比我想象的还要平凡吗？我还以为和你交往的女生都会跟你一样不平凡呢。恐怕是你自己过分的与众不同吧。奇怪，为什么大家对事情的规范和看法都要这么像教科书一样？连你也不例外，真叫我失望。能够若无其事杀人的家伙，谁会把他当作平凡人来看待？你知道人类到这个世纪为止所走过的是什么样的历史吗？他们做的事情，简直就像是一部杀戮史。才不过100年前而已，人类还在为了自己的私欲和想法，理所当然的屠杀其他人。到了现在，却开口闭口人权啊，我爱的，给自己披上人道主义的外衣，这根本就扭曲了人的本性，人的价值才会变得越来越低。其实，杀戮这种行为，才是最符合人性意志的活动。能够若无其事杀人的人，不是只有我而已。他们杀人的时候，比花瓜还可怕很多。你是不是看了太多不该看的书了？别嫁了，你不是早就体验过杀人的快感了吗？当你弟弟死掉的时候，看见和自己一模一样的尸体，那种感觉如何？其实我觉得蛮感动的，看到秦牧全身是血，躺在地上翻来覆去的样子，他还叫我不要杀他，说他不想死。他居然跟一个他整得半死的人求饶，信的不会错，应该一只手就可以了吧？
死亡那一瞬间很快乐，是不是？那你也来试试看好了。你好好去体会一下自己死亡那一瞬间啊。怎么样？很难过是不是？全身毛细孔张开，冒出一身冷汗，视线越来越模糊了，声音也慢慢听不见了。你会怕死啊？太自私了吧你！他边死就可以啊，自己死你就不想玩了？没关系，你放心啊，很快死不死这个问题就跟你没有关系了。再过几分钟，你的身体就会慢慢的失去知觉。刚刚你是真的对不对？本来你只是想吓吓我，没想到你却被杀我的快感给诱惑了。不过我还真的吓了一跳，我刚刚差点以为我真的要死了。这样你比较快乐。当然快乐喽！花了20年，费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到和我有相同感觉的人。这么优秀的生命有了同伴，我怎么能不快乐？你以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可以了解我了？我根本像那温暖的、远方的空灵。哇，原来打野高中的时候这么土啊！哎，秦宝，你在哪里啊？你自己找找看啊。我找找看啊，奇罗，你在哪里？在这里。哇，我们可爱的奇罗，连不笑的时候都这么可爱啊！好了，不要看了，赶快过来吃面吧。哦。我来这边好像都没有帮上什么忙啊，反而害你还比较累。你不要这样说，其实我刚才看到你来，好感动哦，真的很感动。谢谢你来陪我。那就好，至少还是有点作用在，而不是来这边瞎胡闹。其实陪伴也是一种很重要的付出啊。
快吃吧。希望，怎么了？担心我妈。虽然医生说她只是太过劳累，可是我还是好担心哦。我妈一直希望我念研究所，所以她一直拼命的加班，想要帮我多存一点学费。你妈妈一定会有事的。其他的事，我们再一起想办法吧。别哭，快，不要哭了，希望，希望你不要哭了。你会一直陪着我吗？我会害怕，我怕房间只有我一个人，我会觉得好像有声音，好像有人偷偷进来。我很蠢哦。原来我的期望是个会怕黑的小孩啊！你放心了，安心去睡，我已经请好假了。我喜欢你。天快亮的时候，我隐约听见机车排气管的声音，然后我梦见了我自己。梦里的我忘掉了一切，幸福地坐着您的车，和他一起往天涯海角奔去。我应该不会去念研究所了。为什么？你妈不是早晚都会出院的吗？而且就算没办法，也可以申请奖学金啊。哎，放弃太可惜了啦！难得你有这种才华。上次得奖的时候，我还真的有点想去念，可是后来想一想，又不是不能自己画，其实也没有必要再去念研究所。我决定毕业之后就去找工作。上班之后你有时间好好画画才怪。可是我不能再加重我妈的负担，她一个人太辛苦了。你可以跟林结婚啊。啊？她自己都快饿死了。你说他有个有钱的老爸吗？他就算再拿林没辙，他对你这个媳妇应该会满意的啦。所以他应该会包个大红包什么的，
这问题不就解决了？除非你不想嫁给林，不然这也是迟早的事啊，对不对？林这个人啊，虽然做事欠缺计划，可是生命力却超强的，所以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你说什么啦？真的。干嘛啊？这教室抽屉里呀。你是猪头，你不找一下？好，好，过来帮你找。嗯。哎，我回教室帮达也找个东西。好，待会见。来。